来，喜剧演员的演技才是最牛的，这是迄今为止荧幕史上最优秀的公路片。可没人能想到，影片竟然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。而现实中，千里背尸的人把尸体送回家乡时，死者家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感谢，竟然是响亮的一耳光。这部电影就是由赵本山主演的《落叶归根》。很多人都说，自此之后，荧幕上就再也没有真正的农民了。曾经的我一直不理解父母说的终归要离家近一点，但都认为外面城市多好多繁华。可直到我看完了《落叶归根》这部电影，我才明白，原来一个人成功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但最基本的一种就是可以在人生奋斗的结尾可以荣归故里，落叶归根。相信许多人当时看到电影的阵容时，一定以为是一部喜剧片，毕竟主角是赵本山，同时还有宋丹丹、郭德纲等著名喜剧角色。可当所有人静下心来看完后，才发现这是一部最接近于底层的社会公路片。真实事件，死者原名叫左家兵，而背他回家的人是他的工友还是表亲。李少伟两个人都来自于湖南衡阳的小山村。李少伟没结过婚，没有子女，直到61岁时，他想为自己攒一些棺材本，于是便带着自己的老乡，也就是左家兵，一起加入了南下打工的热潮。左家兵当时正等着挣钱给2个儿子娶媳妇，日子过得比李少伟要难上加难。李少伟也一直像一位老大哥一样照顾他，因此左家兵的妻子也十分放心丈夫，跟随他去打工。可万万没想到，这次的告别竟然是一次不归路，同时也成了李少伟一辈子都无法释怀的遗憾。2005年的元旦，两人因为想家还回不去，便开始借酒消愁。而左家兵本身就有高血压，忧愁之下多喝了几杯，没成想却因此突发脑溢血，巨额的治疗费用让李少伟一时犯了难。而包工头得知后，竟还说不是工伤，甩下一点钱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就这样，左家兵的治疗便拖了下去。没想到拖着拖着就死在了医院。看着老乡冰冷的尸体，李少伟心里十分难过，脑子里不断回忆着出门时左家兵妻子对自己信任的模样。于是他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，我把他带出来的，就一定要把他带回去。于是李少伟便踏上了千里背尸之路。最终还是在广州准备坐火车时，由于没钱买票，将尸体装进袋子里，才被警察发现。事件一出，瞬间引起网友们纷纷关注。有人称李少伟可以被评为10大感动人物，也有人称他是重情重义的真英雄。可最多人关注的还是支撑李少伟千里背尸的信念到底是什么。要知道，从福建回湖南，全程上千公里，还背着一个130斤重的尸体，这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。原来在湖南的乡下有个老规矩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就算人死在了外面，也要落叶归根，不然灵魂就无法安宁。这篇报道引起导演张扬的注意，他认为当时的社会竟然有人用这种笨方法运尸体，他从李少伟的身上感到了人的单纯，于是他便准备拍成电影。而对于男主角的挑选，张扬表示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赵本山。他认为赵本山的形象应该是民工的感觉。虽然两人在此之前不认识，但是赵本山也认为张扬的这部片子好像就是瞄着他写的，所以他答应了下来。而结果也不出所料，赵本山出演这个角色似乎就是他本人一样，观众也第一次从本山大叔的身上看到了感动悲凉的情节。其中跟老搭档宋丹丹表演的节目更是让无数人泪奔。谁不会想有家，可是就有人没有他，脸上含着眼泪，只能自己轻轻擦。虽然我不让。影片结尾，赵本山的个人独白更是成为整部影片的点睛之笔。如果我的家乡是一条大路，我就是一辆汽车，我跑啊跑，我多快乐。如果我的家乡是一棵大树，我就是一片树叶，我摇啊摇，我多快乐。而对于片中扮演尸体老刘角色的饰演者洪启文，是因为整个戏的所有拍摄场地都是由洪启文带着导演、摄影师、美工师一起选的景，就在选景的过程中，导演张扬让他试镜，试镜后洪启文成功的获得了这个角色，并让赵本山背了他2个多月。影片播出后，不仅获得167万美元的票房，还获得了第5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奖项，直到如今还被评为最好的国产公路片。